1941年9月30日，纳粹德国正式启动代号台风的军事行动，目标直指苏联首都莫斯科。180万德军大军裹挟着1700辆坦克、1.4万门火炮的轰鸣，如裹挟着死亡气息的黑色潮水，朝着这座承载着苏联民族精神内核与国家主权象征的城市猛扑而来。一夜之间，莫斯科被推到了生死存亡的悬崖边缘，城市上空的空气仿佛都因战争的逼近而凝固。在德军的作战地图上，莫斯科早已被红笔标注为注定陷落的目标。彼时的德军凭借闪电战在欧洲战场的连胜战绩，从波兰到法国，从北欧到巴尔干，几乎未尝败绩，笃信这一神话能在莫斯科续写。他们笃定在西伯利亚的凛冽严寒全面来临前，就能踏破红场的砖石，将纳粹的旗帜插在克里姆林宫的尖顶上。当德军先头部队凭借优势火力撕开苏军外围防线，一步步逼近莫斯科近郊时，苏军已在苏德战争初期的明斯克、斯摩棱斯克等战役中遭遇重创，兵力与装备都已捉襟见肘，防御体系濒临崩溃，形势岌岌可危。德军元帅伯克甚至在给柏林的电报中公开宣称，将在11月底前完全占领莫斯科，让希特勒能在克里姆林宫庆祝胜利。但他们严重低估了一个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际，由信仰与家国情怀凝聚起的惊人意志力。仅仅6周时间，纳粹德国的军队便推进到了莫斯科郊外的沃洛克拉姆斯克、纳罗夫明斯克等地。德军的重炮炮弹落在莫斯科市区，爆炸的火光甚至能在黑夜中照亮整个城市的天际。战争的阴影像厚重的乌云，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位莫斯科市民的心头。街头巷尾少了往日的喧嚣，只剩下防空警报的鸣响与运输军用物资的卡车轰鸣声。11月7日上午10点，德军先锋部队的坦克距离克里姆林宫仅23公里，炮弹的呼啸声仿佛就在耳边。局势已到了最危急的时刻，然而斯大林却依然下令，按计划举行10月革命24周年纪念阅兵式。这绝非一场作秀，而是苏联用最硬核的方式向全世界宣告，莫斯科绝不会后退，苏联绝不会向纳粹投降。阅兵式上，受阅部队踏着喀秋莎的旋律走过红场，接受检阅后便直接开赴前线。当时许多 T-34坦克的燃油仅够支撑单程行驶，甚至需要靠其他车辆拖拽才能抵达战场。防空部队手中也仅剩37门可用的高射炮，每一门炮都要应对数十架德军轰炸机的轮番空袭。受阅的士兵们踏着没过脚踝的积雪，棉鞋里塞满干草，抵御严寒。那些从西部战场溃退下来的残兵，带着满身硝烟与尚未愈合的伤口重新集结，枪托上还沾着泥土与血迹。那些刚穿上军装不久的新兵，紧握着冰冷的步枪，眼神却异常坚定。他们身后就是父母妻儿居住的城市，绝不能让敌人前进一步。当台风行动的第一发炮弹落在莫斯科外围的防御工事上时，这些苏联士兵没有丝毫退缩，转身迎向的是呼啸的子弹与炽热的炮火，而非通往后方的退路。他们在零下的严寒中趴在雪地里，用冻得僵硬的手指扣动扳机，在德军坦克的冲锋面前，甚至抱着炸药包冲向敌人的装甲车辆。这场战役中，无数士兵永远倒在了莫斯科郊外的雪地里，他们中的很多人再也没能回到这座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城市，没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。这场战役中最富戏剧性的变量是突如其来的酷寒。11月下旬，莫斯科的气温从零下10摄氏度骤降至零下40摄氏度，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战场，积雪深达半米。这极致的严寒成了苏军最硬核的盟友。德军战前并未料到苏联的冬天会如此严酷，士兵身上的冬装仍是欧洲温带地区的薄棉衣，很多人冻得失去战斗能力，甚至出现冻伤截肢的情况。坦克的柴油在低温下凝结成块，需要士兵用篝火烘烤发动机2-3个小时才能勉强启动，而这样的准备工作往往会暴露目标，成为苏军狙击手的活靶子。火炮的炮栓因结冰无法正常开合，机枪的子弹也因低温卡壳，德军的进攻能力大打折扣。相比之下，苏军士兵早已习惯了西伯利亚的严寒，配备了带毛领的冬大衣、干靴与皮帽。虽然装备简陋，却能在酷寒中保持基本的作战能力。他们甚至利用严寒在结冰的河面上设置防御工事，在雪地里挖掘战壕，借助熟悉的地形主动发起反击，将德军一步步逼退。这场战役中，双方总计250万兵力在茫茫雪地里展开惨烈绞杀，苏军付出了近70万人伤亡的惨重代价，其中既有前线作战的士兵，也有后方支援的平民。最终，他们凭借顽强的意志与严寒的助力，将德军向西反推250公里，彻底粉碎了敌人占领莫斯科的企图。德军则折损约50万人，损失坦克1300余辆，火炮2500余门。
其自二战爆发以来不可战胜的神话被彻底击碎。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不仅是德军台风行动的终点，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转折点。它彻底遏制了德军的东进势头，打破了纳粹德国速战速决征服苏联的幻想，更让世界看到了反法西斯力量的崛起。在此之前，盟军在各战场接连失利，而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为苏联争取了宝贵的备战时间，也为后续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，更鼓舞了全球反法西斯阵营的士气，让更多国家坚定了对抗纳粹的决心。这场用鲜血与严寒铸就的胜利，永远铭刻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丰碑上。